高雄在地人闲聊，高雄五大购物热区曝光，年轻人卡位必看。先说结论，高雄年轻人也是在看重大建设啊，或民间重大投资啊，你还不快点跟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2026的交屋潮会让房市崩盘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的年轻人最喜欢买哪里，也不一定是高雄年轻人，就是他要在高雄生活，跟台北来的现在有非常多的公司因为台积电的关系都要。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房热区曝光，高雄40岁以下青壮年最爱3区。那内容是这样：永庆房产统计联征中心贷款件数盘点了高雄市2024第4季到2025年第3季40岁以下青壮年的5大购物热区那统计完的表格长这样。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把它念一下这第一名是男子，这不意外吧？你猜猜是谁害的？那接下来依序是三民、凤山、左营、仁武，然后也分享了各区会被青睐的原因，你来听听看这个理由，你同不同意？来，第一个男子就台积电啊，对不对？科技走廊啊，就这样啊。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台积电的威能我就不多讲了。来，第二个三民区三民区就老区人口大区所以各项生活机能都很完善，然后学区也很顶尖的，最顶尖的学区也在三民区这边。然后未来会有高铁高雄站嘛等等的重大建设，然后捷运黄线嘛，所以它也很让年轻人期待，然后自产在那里。第三个凤山区凤山区这个也是老区那它的热度应该是集中在哪边？集中在卫武营拉拉破跟捷运黄线，还有文山特区那澄清湖那边那我们也补充一下左营区跟仁武区这两个在新闻上他是没有提到，他是讲前3名而已。那我就来补充自己的看法。左营区居然没有挤进前3名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大家都不想要住在左营区，而是因为左营区的房价是这里面最高的所以你要实力还不错才能够住到左营那左营的优势是什么？优势是现在高雄唯一的3铁共构，然后农16汉神巨蛋。我说3铁共构就是高铁了农16汉神巨蛋就都在这边集中在这边，消费也集中在这边，对不对？汉神巨蛋，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富邦凹子底 BOT 案会出汉神3馆，然后一栋是办公室，一栋是百货公司，里面还有水族馆、溜冰场，那一栋是旅馆这样会变成新的消费的中心。那最后是仁武区，我靠，然后你看它的价钱不低仁武区会上榜一定是因为新建案交屋应该是承德从化区跟霞海从化区八卦寮那边那因为仁武的地理位置又刚好在哪边？楠梓台积电左营高铁站的旁边嘛，就这样，所以你要去这几个地方都很方便再来你要知道高雄年轻人怎么挑房子我们也来讨论说能不能从这5大热区来看出高雄年轻人的买房的偏好。好啦，首先当然是便宜优先嘛。来，你看这前3名的购屋总价都落在哪边？是不是1000到1250之间？这刚好是什么？这刚好是新青安贷好贷满的最大额度。你买1250新青安8成这样就是把新青安用好用满这也是建商也懂所以他大概就是供应这个阶段的房子这个总价的房子台北人看到不要高潮这个什么哇，这个有新房子1000到1250万就住得到天啊，真的假的？3房哇靠，还有车位哇，真的假的这就高雄所以我个人认为高雄还算蛮居住正义的，就是这样。以你们台北人来说，你看你要去负担高雄这个1250万的总价，然后结婚，然后生小孩养小孩就还好吧，都不是什么压力吧。台北市那就很绝望，新建案然后新建案嘛，贷好贷满，然后这个总价低嘛再来才是考量生活机能跟交通方不方便。另外区域上也会尽量往已经发展成熟的地区或是未来有增值潜力的地区去前进，大家都是这样，也不希望说自己到时候在卖房子的时候被腰斩还是怎样，都希望自己的房子还能增值所以大家也会去做功课的像你现在看我的影片，我怎么整天都在做功课。好，那我认为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的优势年轻人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网络的资讯流通速度超级快，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了解的话，你就立刻手机拿出来做功课，你看不懂的地方你还可以问 AI 比方说你就问说
这个霞海从化区具体的范围在哪边？AI 一下就告诉你了。我最近都用 Gemini 推荐给你做功课的话改用 Gemini， 我个人认为正确率高很多。意思是说，知识的围栏正在急速的被 AI 敲破。以前你可能还可以靠什么讯息差可以赚到钱，现在都没有。现在资讯流通超级快大家问一下 AI， 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通通都知道了。但是 AI 还是有无法取代的地方就是像你想要知道高雄的重大建设，一个地方的重大建设，你去问 AI， 它顶多告诉你说这个2026年1月刚举办完上梁仪式那预计2027到2028就盖好，没了，就这样。你也搞不清楚所以嘞要不要在这个地方自产，那我还要考量什么这附近的表现怎么样这就是我做这个频道，然后我还有开通 YouTube 的会员影片，有价值的地方就在这里嘛。因为我就实际跑去哪个工地就实际跑去那带你看看高雄各种会影响到房价的重大建设，然后分析，甚至到什么，甚至到说那附近哪一个社区我会直接点名被低估的社区。因为这个做法是激进所以是就放会员影片就好，这个 AI 就做不到嘛。你叫他现在去拍富邦凹子里的工地，然后分析这附近的，然后哪一个社区然后怎么样，你看看他没有办法像我这样，然后带着房地产的经验来跟你讨论富邦凹子底这附近的区域也算大那要买哪一区，甚至是具体到哪一个社区，所以有机会吃到红利。就像我们新闻里面提到，年轻人都买楠梓，楠梓很大呢，楠梓真的很大呢，那个都会公园是酷霸大的呢，还要分两边一期二期。就算你都是楠梓也会知道哪个地方这个有起伏嘛，想直接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最后你要知道，年轻人也在抢重大建设你有没有发现这5个区几乎都跟重大建设有关？你看那个楠梓就台积电嘛，这边供，然后三民三民是什么？捷运黄线跟未来高铁延伸的题材然后凤山有什么捷运黄线跟拉拉 port， 左营就怕三铁共构，然后最强的目前高雄最好的消费聚集之地，可是高雄最好的酒店也不是在北高雄，也是在南高雄。总之就是重大建设代表什么？代表人口大量的移入，代表生活机能的提升，代表交通更方便，代表房价有机会拉高。我太晚悟出这个道理，我就跟你讲就是还是要看消费消费工作机会是一回事你要有出现强劲的中古屋的房价抬升，消费聚集之地就 OK 消费聚集之地那真的是败无可败，那就这样。所以重大建设什么都还好，我都认为它是因它的果是什么？果就是它带来了巨量的消费消费之王是谁？你就看百货公司然后民间消费之王你就要看酒店，酒店的消费非常的夸张，客单价非常非常的夸张。所以你一个酒店，假设你现在要开一个酒店，你不会开在什么澎湖七美吧这种消费撑不起来的地方那你就看这些东西就好，消费聚集之地房价都不会烂到哪里去反而到房市变冷的时候大家都不敢乱冲，那就会选哪边有重大建设的地方。我跟你说这里还有额外的讨论，算我八卦的时候再好好说。没有大涨也不会大跌嘛，就还支撑得住嘛，保值嘛。这其实透露出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做法跟以前的长辈都不一样了。以前的长辈买房可能是看离爸妈家或离工作地点近不近，那现在的话是看未来哪边有机会，那他就会先去卡位忍受一点生活机能上的不便，对他们来说都还好，真的还好。为什么？叫外卖叫外送连全联都在叫外送，因为他不想排队，你知道，他不想那边请资源收银林老师就这样。我们现在没有要在那边拼翻倍赚多少了，我们现在在拼什么？我们必须要先拼不要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小资我们不是什么有钱人我们不是富二代金汤匙我这辈子没有咬过所以我们必须先保全自己再说，先拼不要输然后就这样就买重大建设。重大建设不会停的，重大建设是政府的公共工程的支出，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它稳定社会有巨大的作用，所以它不会停的。而且重大建设我也常常讲，虽然可能延期，但它不会停工，你知道，就不会停工。例如说凤山拉拉破，它会因为现在房地好冷全部停工我们不盖了我们等到房市春暖花开我们再继续盖，不会嘛。富邦凹子底 BOT 案快盖好了，有够快，真的是有够快。然后什么东南米勒广场，东南米勒广场你还没听过我换个名字讲给你听，盖在一起，这叫全台最大海景好事多，就这样都快盖好了，扛棒都上去了2026真的会落成很多消费很巨大的地方嘞，异想天地，有没有异想帝国，对不对？
招牌都逛去了，我有拍一集会员影片，然后拉拉破我有拍过一集会员影片，然后东南民那个全台最大好吃的我有拍一集会员影片，你看我就帮你追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现在也在高雄自产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买我的会员影片就好。我功课做的那么认真，我还自己剪，从白天拍到晚上，然后回来剪不出来，什么有的没的，我都帮你做完了。好，那你就看，反正高雄的自产都市区里的自产大概就长这样。我说的是住宅讲完了那我们今天聊了高雄人年轻人他最热门的5大购物区域，依序是楠梓、三民、凤山、左营跟仁武。我先分享了这每个区域后面有吸引年轻人的原因，同时我也进一步探讨了年轻人购物的偏好，就是价格合理、总价低啦，然后再来是交通方便，然后再来是有潜力的地方。最后我也跟你分享了高雄年轻人现在的购物策略的重要趋势，就是会去选重大建设之地，消费聚集之地。为什么？重大建设不仅代表未来的发展啊，它是确保最烂这个房子保值，大跌没我的事，天塌下来有那个新重划区帮我顶着，就这样了。这点对年轻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年轻人就本不够更怕输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高雄哪一区的房价未来最值得期待？我们直接这样子说，未来高雄哪一个地区会出现房价1坪100万？它可能是小坪数1坪100万，你认为会出现在哪里？ A 楠梓，一样是靠台积电B 前金区，知道就知道我在讲什么C 左营区。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自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仁武怎么会是仁武呢？仁武对不对厉害在哪？都被人家说工业区，然后都被人家说空气酸酸的，街廓规划都很那个乱七八糟，厉害在哪？我记得我们不太会提到仁武其实这个表真的是反映的非常多的现象像我以前教授讲的，你读一本书要去读它没讲的东西没讲的东西更有讨论的价值。好，那这个表反映了非常多没讲的现象我告诉你左营区现在讲左营你会想到哪里
好，我告诉你，左营区是很大呢，左营区是有包含到北高雄一间好事多，你知道，高雄有2间，一间就是那个全台最大海景嘛，现在在中山路上嘛，然后要搬家搬过去哦，很像是前门搬到后门那个距离走路都会到，就这样搬。然后北高雄自己有一间，就是在轻轨嘛，然后旁边就是异想天地，好，异想天地是盖在一起的哦，北高雄好事多，北高雄好事多对面是左营门牌哦，那一圈也都是左营门牌哦。是不是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你想说哦，左营房子大概都是高铁那里，如果你对高雄不熟的话，大概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哦，那熟一点说旧左营，就左营旧城那边哦，没有，他有到那个好事多对面的门牌，那也是左营哦，你看他是不是左营也吃得到富邦凹子底的重大建设？还有一个鼓山区，对不对？鼓山区，就我现在带爸妈退休养老的美术馆这里啊，那美术馆这边没上榜不意外。因为这边的中古屋的房价都会超过30万，新建案都更夸张，都60几，50几、60几，是这样哦。那你看这个表上，榜上最贵就是落在大概28嘛，30以下嘛，好，所以鼓山这个不意外，这个不能解释说年轻人，我换个方式讲，就是说啊，表上没写就是年轻人不喜欢嘛，也不是这样，美术馆是贵，想不想进来都想进来。你看，你去跟那个看一些节目，讲到高雄想住哪里，脱口而出都是美术馆。其实我不是贪图这个才来的呢，我是看一看，然后带爸妈看一看，觉得这边的环境好，那他们要好，那我就买来这边哦，赛道真的好。然后那个中都重划区中都也是讨论非常的密集的地方。这个中都重划区是三民区的门牌，你看是不是榜上有？所以我这样子看一看我还是要在讲人武，以前真的不会去考虑到人武，然后以前我们对人武的看法就是都透天啦，中古的透天啦，不然就是那个社区透天的案子啊。好，就是人武怎么会跑到那么高嘞？这让我看到他没讲的是什么这个表上没讲的事情就是哇，那我告诉你，跟它相连可能开车5分钟就到了你可能过2个红绿灯就到了的行政区就不一样那边就变凹陷了，我跟你说，那边就凹陷了。大社从来就不是房地产讨论热区的地方，我告诉你，就因为人武爬起来，大社就被低估了。大社区不是说很大的社区，是有一个就叫大社的行政区你自己拿手机来 Google 地图一下，你在 Google 地图你直接打大社区，然后你看旁边的人武，你看他们有多近，有多近。那如果人武平均起来都28，那大社现在你看大社应该要多少才叫合理？因为那么近。结果大社现在才多少？而且大社中山路很热闹嘞，真的很热闹嘞，吃的喝的通通都有嘞，饮料一条街，便当、烧腊、卤味、咸水鸡，一整条街每天吃不同家的，1个月也吃不完嘞，超级热闹的。就我住那里，我觉得吃我很爽，就这样嘞。你看人武凭什么？凭台积电啊，对不对？大社要凭什么？就凭台积电外溢，那个外溢一下子就到了，那个外溢大概可能就20分钟车程就到了。黑啦，就这样当然，如果你资产上你有考虑到那个学区那又不一样学区的话，还是要回到北高雄北高雄的明诚、明华、中山这一带，七贤这一带，我说的是七贤国中不是七贤路。总之就是我就是看到，我就跟你讲人物奇怪，然后我就做研究，然后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想到大社，把它补充到八卦里面。我跟你讲，我会去看几间大社的中古屋我去看一看看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有什么心得，那我就再把它拍在会员影片里面。我会员影片就是干这种事情的，就这样啦。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